他第一次听讲座，却成了全场焦点。头发花白的教授见他不肯上台，干脆脱下鞋子，快速跑到男人面前，细数他的失败人生，说导致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他总是拒绝。于是教授跟他立下契约，凡事必须说 yes， 否则将有不幸的事发生。从这一刻起，卡尔的世界将彻底改变。第二天，他接到经理周末加班的电话，拒绝的话到了嘴边，被他生生咽了下去。卡尔在银行工作，负责审批贷款。这时，一个女人过来，带着自己做的极其抽象的蛋糕。她想申请一笔贷款开家店，虽然明知应该拒绝，可卡尔还是批准了贷款。他将蛋糕分享给经理，经理告诉他自己给所有员工都打去了电话，但只有他愿意周末来加班，因此经理给他的工资涨了足足3倍。然而就在几天前，卡尔还是个普通职员，勤勤恳恳工作10年，升职无望，辞职又有些可惜。他想要挽回前妻，却怕成为人们口中的可怜虫。为了保护自己，他总是习惯性的拒绝无意义的贷款，拒绝经理的邀约。Yeah, no. 卡尔由于生活的泥沼，却在一次又一次拒绝中越陷越深。这天，朋友前来探望，聊起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他满面春色，却没注意到卡尔复杂的表情。两人如同热烈喧嚣的白昼和寂静孤独的黑夜。他神秘兮兮拿出好好先生的宣传单，不由分说塞给了卡尔，然后用石头打碎了银行玻璃。他表现得像个疯子，被保安扑倒在地。Live your life, you won't regret it. 看到朋友如此疯狂，却又如此快乐，他的眼神中有了些许不同。可回家的路上，卡尔依旧在拒绝。他冷漠地关上车窗，拒绝售卖橙子的小贩，然后独自窝在家里，以此消耗自己的时间。甚至就连好友的订婚派对，他都不肯出现。而他的理由竟然是手机丢了。So full of shit. There it is. Yeah, there it is. 因为严重的社交恐惧症，他总是找各种借口推脱。可是，在朋友看来，分明是卡尔的故意疏远。离开前，他指责卡尔说他肯定会孤独终老，似乎是被人看透心事。卡尔有了一丝恐惧，他梦到自己孤独地死在沙发，只有2个朋友前来探望，没有葬礼，没有哀伤，只是盖住尸体了事。从噩梦中醒来，他开始害怕那样死去，于是拿起传单，抱着事实的心态参加了讲座。他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用占座的方式阻止别人靠近自己。随着一声听筒掌声，教授缓缓出现。Say it a million times. Say it a million more times. And the word you will have said 2 million times is. 教授问起在场谁是新来的，就有人拼命指向卡尔。教授突然跑过来，坐到卡尔对面，还将麦克风对到他面前。Let me guess, Carl. Someone talked you into coming here today, didn't they? Yes. And you're not sure about this, are you? No. 教授的话一针见血，他说卡尔的工作原地踏步，感情上也是毫无进展，因为害怕走出舒适区，便常常找借口拒绝。 Am I right, Carl? Some trouble. 在众人的高呼中，他跟博士达成契约。 You ready to make a covenant? Yes. 卡尔从讲座出来，却被一个流浪汉拦下，说想让自己开车送他回家。卡尔不想弄脏汽车，可朋友却帮他答应了下来，还提醒他别忘了契约。听到这话，卡尔也只能同意。Yes. You won't regret this, Carl.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流浪汉住在荒郊野里，还把自己的手机用到没电关机。临走前，流浪汉突然问卡尔能不能借自己点钱。卡尔数了数钞票，抽出2张递给对方。 You got a whole lot there. Can I have it all? Sure. It's all yours. 看着流浪汉跳进草丛，他开始后悔没有拒绝，做个好好先生，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油箱空了，手机没电，他想离开这，只能徒步到油站加油。当他精疲力尽赶到加油站，心中的怨恨也达到了极点，但命运却跟他开起了玩笑。一个骑着电驴的姑娘注意到自言自语的卡尔，她拿出相机拍下了这个奇怪的男人。 That's a good look. 听说了卡尔的故事，姑娘深有感触，她提出载卡尔一程。2人就这样飞驰在街上，卡尔戴着略小的头盔，显得十分滑稽，对方则拿出相机跟他拍下一张合照。Are you okay? Yeah, I'm good. Unless you want to stick around and make out. What? What did you say? 没等卡尔解释，他就猛地吻了上去。男人沉浸在幸福中，直到姑娘骑车离去，他端详着合照，开始相信契约，相信 yes 可以带来好运。
从这天起，卡尔彻底变了个人。无论什么人申请贷款，无论项目是否靠谱，从几百到几万，在他这一律通过。因为卡尔的来者不拒，找他办贷款的人排起长龙。但这时经理突然找到他，说总部高层的人来了。卡尔瞬间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可能要丢了，但他丝毫不慌，而是回到办公室，用自己的仅剩的权利，帮一个怀有机车梦的男人贷款买了辆杜卡迪。老板把卡尔叫到办公室，面色凝重地说：“一般业务员每月会放出35笔贷款，但卡尔却通过了561笔，并且贷款理由也十分荒诞。幸运的是，人们为了感激卡尔，还款率高达98%，而这则成了卡尔升职加薪的原因。生活一步步走上正轨，卡尔成了更好的人。他开始学习吉他，学习开飞机，又利用假期学习了韩语。卡尔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区，向曾经被他拒绝过的朋友们道歉。这晚他喝得烂醉，第一次尝试了跳舞机。虽然四肢各跳各的，但他无疑成了今晚的焦点，还趁着醉意强吻了路过的女孩。Was I chewing gum before? 可他的哥哥却要教训卡尔，两人约在后巷单挑。卡尔当然不是对手，但生活给予他的勇气足够让他面对眼前的敌人。他出手偷袭，却造成了误伤。Idiot! I'm the wrong guy. Well, maybe you need to start being the right guy. That's why you got punched out, because you got the wrong attitude right out of the gate. 卡尔从宿醉中醒来，为自己的改变感到庆幸。正当他打算以全新的面貌去生活时，刚好碰到邻居奶奶向自己求助。他帮对方装好书架，奶奶却说自己没钱支付小费，便提出以身相许。卡尔苦笑着拒绝，找个借口溜了去。可拒绝的代价就是遭受霉运。If I want to say no, I'll say no. 而这时，一只小狗朝他扑了过来，好在被铁链拴住，小狗只能对着卡尔狂吠。由于担心发生更可怕的事，卡尔只能接受了奶奶的好意。夜里，卡尔独自喝闷酒，却碰到当初的电驴姑娘，而他惊喜地发现，女孩竟是个乐队主唱。卡尔装作若无其事，等对方认出自己。Hey, out of gas makeout guy. Did we make out? Oh, right, we did. Now I remember.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Oh, is this crazy or what? It's so crazy. 他得知女孩除了组建乐队，还喜欢慢跑摄影。原本不长的一段路，两个人却走了许久。他们相谈甚欢，艾丽还约他明天晨跑。Why did you stop smothering me? Seriously, way too much too soon. Yeah, I'd love to. We'll see you tomorrow. 这晚从没早起过的卡尔，特地定了6点的闹钟。可他刚刚闭眼，却接到朋友通宵派对的邀请。为了不失约，他喝了整整1箱红牛，在昏昏欲睡的早晨，像个疯子般既疯狂又快乐。然而说 yes 只是改变了他的生活，并没有将他变成千杯不倒的神仙。窘迫的模样被艾丽记录在相机里，但卡尔随心所欲的做派和神经兮兮的性格，还是令艾丽为之着迷。他说起自己的前任，活在条条框框中，并且拒绝社交，除了上班就是窝在沙发看电视。可女孩并不知道，自己所描述的恰恰是之前的卡尔，而如今的他早就对那种生活嗤之以鼻。他打扮成哈利波特，带着女孩参加了经理的派对。本以为是个狂欢之夜，结果却只是聚在一起看电影。等两人离开街上，已是深夜，但他们却都心照不宣的没有回家，而是溜到剧场，像2个不良少年翻过紧锁的铁门，穿过后台，他们出现在剧场中央。艾丽惊叹着建筑的宏伟，但卡尔只是呆呆地望着他。聚光灯下，两人放声歌唱，这样美好又浪漫的氛围，好像就是为他们准备的。You know, I've never let anyone drive my scooter before. I've never let anyone kiss me on the stage of the Hollywood Bowl before. 艾丽活得随性洒脱，她知道慢跑摄影拍出的照片不好看，也知道自己的音乐很小众，可她却十分享受。在艾丽看来，世界就像一个大的游乐场，随心所欲才能活得尽兴。卡尔还想说些什么，保安大叔却突然出现，大喊让他们站住。Freeze right there! You got it! Down on the ground! Whatever you say! Carl, what are you doing? Let's go! All right! I can't please everyone! 为了弥补那场错过的订婚派对，卡尔承诺补办一个。他带着新娘在服装店挑选衣服，但却碰到一个扑克脸的韩国销售。对方用韩语抱怨，卡尔则熟练地运用韩语询问。他们这才得知，女孩每天都看着别人结婚，见证了太多幸福，而自己却始终没有遇到另一半，这让他觉得世界很不公平。卡尔凭借着高情商的劝导，很快解开了女孩的心结。这时，一个男人闯进店里，大喊外面有人跳楼。听到这，卡尔立刻冲到外面，他挤进人群，然后想也没想撞开了大门。几十米的高度令男人瑟瑟发抖。卡尔没有劝说，而是拿起了屋里的吉他。作为好好先生，他希望分享自己的乐观。在欢快跳脱的节奏下，男人不自觉地跟着唱了起来。
他逐渐沉浸其中，开始缓缓挪动身体。卡尔瞅准机会，一把将男人拽进屋里。I got blisters on my fingers. 卡尔微笑着迎接新生活，却在机场遇到了前妻，对方有了新的感情，看起来十分幸福，而他也不再逃避，坦诚地祝福两人。前妻突然发现，这个他曾无比熟悉，但也厌恶至极的男人，现在看起来却有些陌生。卡尔抱起女孩，买了张时间最近的机票，无论飞机去哪，他都欣然接受。从不确定中寻找生活的激情。他们在林肯市下了飞机，参观了电话博物馆，还尝试了飞盘射击。What do I do? I just. 在教练的帮助下，他才拿好猎枪。虽然是第一次，但艾丽的枪法却出奇的好。I got it! I got it! Can I do it again? Can I do it again? What's wrong? 回家的路上，一场大雨将至，卡尔赶紧脱下外套，将艾丽包裹得严严实实。伴随着外面急促的雨点，女孩向卡尔表白。可当他提起同居，却发现卡尔在犹豫。No, I didn't pause. You paused. No, I didn't pause. No, it was just a big step. Stupid idea. I shouldn't have said anything. It's No, stop. Come on,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Here, ask me again. Yes. Can I pause there? I could probably knock a couple milliseconds off that. 两人购买返程票时，却遭到了安全局的阻拦。他们查到卡尔学习开飞机，学习韩语，有方贷款给肥料生意，还有一段半年的婚姻。You were married? Yes! Oh!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I was going to tell you. 种种不寻常的举动串联起来，加上卡尔又在登机前临时买的票，这让他们怀疑卡尔是间谍。而卡尔也由于契约的关系，面对警察的盘问，他只能不停地说 yes， 直到朋友赶来才将一切解释清楚。What the hell, Carl? Are you serious? You just say yes to everything? Even if you don't like it? No, of course not. Sometimes. 此时，艾丽才终于得知真相，一时间她分不清卡尔答应自己的邀请到底是因为契约，还是因为真的爱自己。于是他提出了分手。从这一刻起，卡尔变回了原来的自己。他开始抱怨自己拒绝同居，因为根据契约，拒绝就会遭遇不幸。可朋友却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因为卡尔无条件的接受。Allison, please, can we talk for a second? Get away from me. Okay. Farther. Yep. Carl. Bye, Carl. 生活中没有了爱，卡尔感觉心里缺了一大块。他拖着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再也没有了开心的理由。他曾无数次想要挽回艾丽，可对方却让他从桥上跳下。卡尔没有任何迟疑，站上100米高的跳台。可他不明白，一味接受只会将艾丽越推越远。卡尔沉浸在悲伤中，还不得不参加朋友的婚前派对。现场来了很多熟悉的面孔。来自韩国的销售在派对上遇见了真爱，邻居奶奶也有了第二春，他们都因卡尔的帮助而改变人生。可如今他却坐在角落，一遍遍拨打艾丽的电话，可艾丽始终没接。结束派对，卡尔的电话终于响了，他猛地接起，但另一边却不是艾丽。前妻告诉卡尔，自己刚经历了家暴，身心俱疲，或许从一开始离婚就是个错误的决定。他想挽回这一切，卡尔却坚定地拒绝了。而这一次拒绝，卡尔没找任何理由。可命运却再次跟他开起了玩笑。下行电梯出现故障，卡尔趁电梯开门仓皇逃脱，接着被野猫吓倒，还遭遇了拖车。Come on, can't you give me a break? No, man, no, man, no, man. Not possible. Jack off. 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卡尔只能求助博士，可是却出了车祸。卡尔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求博士解除自己的契约，但博士却告诉他，当初卡尔搞得自己下不来台，他这才瞎编了个所谓的契约，而对所有事说 yes， 只是为了让卡尔打开内心，接受生活的另一种可能，遵循内心的想法，积极面对生活。Thanks, Terrence. Sorry about the car and your head there. 卡尔突然想起，每天6点艾丽都会去晨跑，于是他穿着那身病号服逃出了医院，接着又碰到了熟人，而那辆杜卡迪正是当初用他欠的贷款买下的。卡尔油门到底，像个拯救公主的骑士，或许是感觉这样很帅，又或许是不知道怎么停车，导致摩托车在原地卷起厚重的烟雾。等尘埃散尽，卡尔神采奕奕摘下头盔，艾丽瞬间愣在原地。事后，卡尔坦白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想要跟艾丽重归于好。I thought if I said yes to things and got involved with people, sooner or later they'd find out I'm not enough. And even if I had met you, I never would have asked you out. You were the complete opposite of me. You did things and had friends and sang in rock bands and made life happen. You weren't scared of anything. 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me to say. So just say yes. But only if you really want to. And
and you do it kind of soon, I'm starting to get a chill. Yeah, I noticed that. Well? Maybe. Come on. I'm not gonna say that word. Okay, maybe's fine. Maybe's good. 卡尔过着2点一线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手机，将自己锁在狭小的空间里做自己的事。这样的生活或许正是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明明不喜欢孤独，却避开所有的社交，渴望幸福却没有胆量追求幸福，但其实只是缺少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一个契约，说 yes 就会交好运。虽然这是个虚假的契约，但卡尔却照做了。于是他被流浪汉带到郊外，又幸运地遇上个性格不羁的艾琳，还拿起吉他拯救了一个生无可恋的男人。一点点的改变，令他的世界变得丰富多彩。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再也不会更加糟糕，何妨一试多说几句 yes， 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解说不过锦上添花，而原片无可取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会。